情侣有请。程先生34岁，来自河南宫城；江女士34岁，来自河南销售。有请。主持人好，好，老师好，欢迎两位哈。今天为何而来？因为我和他在一起1年多了，一直向他求婚，他一直不同意。这嗨，在一起1年多，从什么时候开始求婚的啊？从今年他工作的地方在长沙。是向您求过很多次婚吗？对，为啥不同意啊？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掉。哦，那咱们说说问题。他说呢，就是结了婚之后让我立马跟他生个孩子。我觉得是，结完婚生孩子很正常的呀。我们俩在一起又不是过家家，我是想和你过一辈子的呀。但是你没有为我考虑过呀。他怎么没为您考虑？我的这个想法，就是可能就是跟我个人的情感经历有关。啊，是没事儿。我们俩都是离异的。嗯，他是离过1次婚。然后我就离婚了之后，回到老家。
我觉得我这种经历说出来谁都不信，我也不想去跟别人讲，害怕别人看笑话。明白，就我理解。我白天上班，我晚上可能抑郁了很多次，我都是，我觉得我真的是。所以我特别想问你我不啊，就是你有没有从这2段这个婚姻的阴影当中走出来啊？我现在确实没有。你现在其实还没走出来，对吧？对，我害怕。他给了理由嘛？他害怕嘛？其实我知道你一直的压力，你过完年立刻去长沙上班，然后我也放弃了我的事业，在离长沙不远的永州上着班，我想着缓解你的后顾之忧，提前帮你还清了20几万的贷款。我想和你一起回家，一起创业，然后商量我们的婚事，但是你一直都不同意。因为我们也确实相处过一段时间，我也跟他儿子在一起相处过，就是我们一起去海洋世界玩啊。因为孩子嘛，无心的一句话跟我说，他说我姐姐说他也想跟妈妈一起去，就是我们一家4口去。其实他儿子也是有一点排斥我的，然后我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来讲，我知道孩子这个时候是缺乏安全感的。你一结婚之后，你立马让我再生个孩子。那为什么没有把姑娘带着一起去玩呢？他的女儿跟着他的妈妈。哦。然后我第2段婚姻失败了之后，我也跟我女儿有聊过，就是她不希望我再婚。你现在女儿接到身边了吗？没有，她就是偶尔跟我生活，她是跟她爸爸的。哦。你女儿知道你们俩在谈恋爱交往吗？她现在不知道。行，明白了。就是你的孩子不希望你再结婚。姑娘现在多大？13岁了。13岁了。刚才你男朋友说了一句话，我看都要哭了，是吧？就是帮你还了20多万的债，那个债是什么债？房贷，就是我自己买了房子的。你的20多万是为了表达要跟他在一起的决心，所以你出的钱是吧？对，我想跟他解除所有的负担，安安静静的和我在一起。你为了这段情感，除了帮他还债之外，你还做了一些什么？其实我私底下默默的付出了很多。以我的条件，我的父母一直希望我找个头婚的，我已经说服了他们，还是选择了他，他依然还是不同意和我结婚。那要结婚有什么要求吗？我觉得，如果是说我们在结婚的话，我想还是把我的房子装修一下，然后带着他的孩子，我们3个人出去生活，暂时不跟父母住在一起。这个你接受吗？你不能当着，然后我跟你房贷立刻要装修啊！你也给我一点时间呢？难道你最近没有发现，我总是莫名的奇妙接电话？其实年初的时候，我为你放弃了广东和朋友合伙的工程，我不在那里的情况下，然后造成资金链断裂了，然后银行催款的这些事，我一直都不想跟你说的。那你也没跟我讲啊？你跟我讲，我可以把还房贷的钱还给你啊。其实我在乎的不是这些，你有时候当我的面3更半夜接异性的视频，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不想做你那之一，我想做你的唯一，这很难吗？我没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有追求者很正常，但是我跟你在一起了之后，我接这些电话的时候，我都是当着你的面接的呀，我都跟他们讲了呀，我有男朋友啊，你在身边呀。行，还有别的要求吗？家里？就是我爸妈觉得，因为如果说我要是再结婚的话，因为他们害怕我再次上当受骗嘛，就提出了要18万的彩礼，然后他们家就一直觉得找一个头婚的嘛，所以我觉得我的父母这种要求也不过分，他们也不是说为了要我这个钱，只不过是想要一份保障。明白了。其实女方对于婚姻的婚后的生活的要求是这样的：首先是18万的彩礼，其次是房子的装修，对吧？对。再次是不跟男方的父母居住在一起，对吧？对。这些条件都满足了就可以嫁了，还有其他条件吗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好，来，刚才男生说了啊，程先生说了，这个没去广州做工程，什么资金链，你们现在在哪儿生活？我们前段时间回老家了。老家哪儿的？河南。荷兰。年初的时候，我想追求他，我不想异地。其实我一直都是给他合伙做这个工程的，然后没有在那里。然后管的话，资金的很多出入都对不上，我也没有时间去。然后之前在银行的贷款，然后就落下了。不是，为什么不去做了呢？你的职业不就是工程吗？那你就做你的工程吗？正常谈你的恋爱吗？为啥不去呢？因为他一直缺乏安全感。因为我说过一句话，我说我不接受异地恋。哦，
这练异地嘛，这广州到老家也很近嘛，一个飞机不就回来了吗？我是在长沙上班。那你的房子在哪儿呢？我房子是在老家。房子在老家，所以你是婚后的，如果你们结婚，婚后的打算是要回老家是吧？对。长沙也不去了。对。那你们俩创业做什么呢？就是现在还在找，就是我们也找了很多。这不就很荒唐吗？就2个人现在等于都没工作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是吗？对。然后你因为谈了一场恋爱，所以把我7、8年一个老地方然后丢掉了，听懂了？所以我老觉得他一直吊着我，然后如果你这样的话，你把我花的钱你都还给我，我都可以。哦，您今天是要债来的是吗？我想、你是分手要债是吧？我要的不是债，我想要的是一个态度。你了解他吗？我了解。那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你能告诉我们吗？其实她的过去我都知道，我挺心疼的。她的过去我参与不了，但是我希望她的未来有我。现在我也是平凡中的一份子，我不会画大饼，我很真诚的告诉你，我的出现不是为了伤害你的。啊，你第一次为什么离异啊，小子？离异就是因为分居。所以其实这也是你自己对婚姻的期望和要求嘛，所以你才能割舍，对吧？嗯。好，女方婚后跟男方的儿子就是继子在一起生活，是吧？对。但是不跟男方的父母生活在一起，这是女方第一要求。第二要求，女方父母希望18万的彩礼。第3个要求是房子要装修，对吧？对。所以现在你要娶那个房子多大面积？130。130。1平米1000块钱装修差不多哈，够吗？不够。2000。得1500到1800。1500到1800，那就手里面还有30到40万吗？没有。我这么理解是，实际上面如果他现在手里有3到40万就能娶了你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10几万去搞装修嘛，18万的彩礼嘛，就行了是吧？只要你不嫁给我，我就没有安全感，你就还钱给我，那你这，唉，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来吧，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火红兄，再婚不同于初婚，确实我们会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，孩子问题、金钱问题，是要在婚前说清楚。但是你们的恋爱让我更多的感觉到，我不说同臭，但是世俗，2个人都是盯着钱呢。但是我之前其实一直也没有讲。就是说，其实要这个18万的彩礼，也只是说为了之后我们创业有第一笔创业资金，不是说为了把这笔钱就放在那里不动。如果说2个人真的分手，20万能还他吗？可以。所以你们2个人，我认为现在还不适合走进婚姻，尤其是你的第3段婚姻，因为现在含的杂质太多。有一些问题是你们人为的搞复杂了，甚至动机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的，所以再婚的慎重，你们更应该慎重。谢谢。谢谢博红兄，来曲总。哎呀，我突然想明白你们怎么回事了。你们俩现在都没有工作，都是因为你们俩在一起没有工作，所以你是在以进为退，你是在以退为进。这话怎么讲呢？你明明知道他现在不可能跟你结婚，因为你明明知道自己没有那实力拿出那18万彩礼，以及川给我算了一下，以及那装修房子多少钱？这些加上彩礼又得44万。44万，哎呀，你这个商人，我告诉你，他觉得不可能了。那我资金链断了，没有工作，哎，我这还有20万呢。我得拿回来。一开始你有种高高居上的那种感觉，你是来拯救他的，我好心疼你啊！啪，拿出了自己所有的财富，然后呢，也失去了工作。你不要陪伴吗？砰，我到你面前了，我就是你的救世主。你突然发现他还在接别人的电话，身边还有追求者，
你的儿子也好，他的女儿也罢，都是不同意你的婚事的，包括你的家里人，阻力太大了。这事儿我想简单了，所以你要跑了，但不能吃亏。女生呢，遮遮掩掩，哎呀，似是而非，最后说出了心里话。但这心里话呢，一直没跟他说。那18万啊，我想创业，那是合适。你说如果能满足44万，你这婚姻是不是也结了？差不多，是吧？哎，得了，这话都说明白到这份上了，今天你们都没白来，赶紧散了吧。这钱呢？这钱还不还随你，但能还就还，人也不容易，好吗？就这么高啊！来，雷老师，兄弟，咱们能聊一话题，跟那20万没关系，跟你女朋友没关系。你能跟我聊一个我关心的话题吗？可以。对，你帮我解答一个问题。我爸喜欢玩核桃。就很有意思的是，核桃被2位知名人士盘过，因此就可以涨了价。一个女人经历过2次婚姻，她怎么也就能生？
因素上面来，这段关系当中爱薄得很。因为女生在讲述你情感的时候，在我看来，你压根儿就不具备现在再婚的条件。你是理性的，你至少知道你现在不能再婚。我告诉你，即使这个男人拿出了44万，也不能嫁，因为你没有调整。你把自己扮演成了一个婚姻的苦难者，所以你应该先从那些经历当中爬出来，然后再开始恋爱和结婚，这样你可能会获得幸福。要不然稀里糊涂的，很有可能又嫁了一只狼。这是米娜老师给到的一个观点。你能告诉我，你跟你妻子到底谁提出的离婚吗？我提出了，对吧？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其实我认识你的时候，我都知道你的一切，我还是想和你在一起。虽然在别人眼前你可能是不幸的，在我眼里，我希望你一定是幸福的。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多给我一点时间。你看，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左右都是黑暗的，但是你看向我，我看向你的时候，都是一片光芒。相信我吧，我会去努力的。那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多给一点时间，我们好好相处一下试试看呢？因为有时候我爱你爱得太窒息了，可能太自私了。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，请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博欧兄预测一下会出来吗？要么结婚，要么还钱。我看这个情感纠纷背后，很显然那是经济纠纷，两个人的爱是不足够的，也是缺乏的，男出女不出。结果一样，但理由不一样。还没拿到欠条呢，他得出来一下。雷老师，雷老师，我估计人家台下会拿欠条的，应该都不出来了。男生还是会出来的。这个有的时候膏药这玩意儿不是那么好撕的。来，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有话跟他说吗？其实两个人认识的时候，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都比较好，然后看到的都是优点。其实我们两个我觉得可以磨合一下，因为一开始都是发现彼此的不好。不是可以磨合，你那么着急结婚干什么呀？你踏踏实实的谈恋爱不好吗？你稳稳定定一步一步往前走不好吗？你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上有父母，下有儿女要去养，怎么能够为了一段所谓的感情就不顾一切呢？你30多岁了，你傻不傻？这也是我为感情冲动的第一次吧，冲动的惩罚吧。行，你重新追他去吧，然后别忘了努力工作，好吗？谢谢你，请回。哎。